当我们谈论鹤岗，大多数人想到的是低到离谱的房价，但真正走进这座城市，你会发现，它的根不是房地产，它的脉络藏在100多米的矿坑里，藏在100年前第一声爆破响起的那一刻。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呢，来到了这个鹤岗的矿山公园。鹤岗呢，我一直给我的印象都是一个煤城，然后在全国房价都是非常低的一个城市。但是对于这边的煤矿呢，我是很好奇的，所以今天我找到了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，这个叫做鹤岗国家矿山公园。有很多人在这儿健身啊。这有一个这种雕塑，这个矿山公园呢是一个露天的煤矿。刚才我用无人机飞了一下，可以看到前面是有一个大坑的。我现在想去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坑。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铁轨啊。其实煤矿开采出来大多都是用这个铁路运输出去的。我听这个声音呢，现在这个煤矿应该还在开采。可以看到远处那边的那个矿山，还是有点震撼的。这个铁路应该就是往出运送煤炭的这个道路吧。感觉这个铁路还没有荒废啊，应该还准备重建呢。那儿有一些路基还没有搞。这边有一个火车。这个火车应该属于一个展示用的蒸汽火车，已经是锈迹斑斑了。这个火车侧面还是被人喷了一些这种涂鸦的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上面有一个这种辫子啊，看起来应该是用电的火车，就是电力驱动的。那边那个是蒸汽驱动的，就是纯用煤炭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其实这个公园绿化做的还挺好的。现在就是刚刚春暖花开，然后树还没有完全的绿，但是草已经长出来了。在这里面走，一直能听到这个那边的那个矿山发出的声音，那个机械的声音，应该里面还在作业。我特别想近距离的看一下那个矿坑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地方，应该是会有一个观景台之类的地方吧。从这里面走过去，
我一直是挨着这个矿坑在走的。今天是周末，来这里面游玩的人还挺多的，一直都能看到有人来来往往在走。这边应该就是那个观景台了，那有个类似小凉亭的地方。这里近距离看还是挺震撼的。这个矿深，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大概有100多米，挺深的。有一些小房子在里面，然后不断的有机械在那边是在采煤，这噪音还是很大的。它这个煤矿应该，它就是裸露在地面上的，然后有这种挖机啊，然后直接就挖出来，挖到车里面就运走了。能看到这个地面上这些黑的地方，应该都是煤矿嘛。这走到下面去还是挺远的，得绕一圈一圈绕。我看了一下那个路，还挺远的。这公园看起来并不大，但是确实是挺震撼的。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煤矿的场景。今天这个天气特别好，阳光很好。黑龙江呢，也终于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季节了。接下来我继续往前看一看，我希望能够下到这个矿坑里面去看一看。其实可以看到啊，现在我所处的位置应该就已经低于地平线的位置了。那边可以看到，那边上面才是正常的路啊，正常的那个地平线。我们现在就已经处于在向下一点点了，在坑里面了。这又是一个小广场，我看到那儿有一个废弃的机械啊，过去看一看是什么东西。这边有一个这种浮雕啊，看这个台阶有点年久失修的意思。看看这个浮雕，看一看这个机械是干什么的。在这个机身上可以看到它的代号啊 ，WK-4，应该是一个开采用的机械。这个下面有这种齿轮，可以想象它是可以转动的，然后用这个东西把煤挖起来，很重型的一个机械。看这个细节，非常坚硬。下面是这种履带的，履带形式的。其实从这儿可以明显的看到啊，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坑里面，坑的比较上方的位置，但是其实已经下到坑里面了，因为那边才是上面。现在我从这个刚才上去的那个位置就下来了，我们沿着这个矿坑的边缘接着往前走啊，看看前面是什么样子的。这个机器一直在轰隆隆轰隆隆的响，我听声音应该就是在这个下面正下方的位置。我们现在穿过去看一下，看看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开采出来的煤了吧？
这个就是一直轰隆隆响的声音的源头了。下面还有这个挖机不断的在挖，挖好的煤矿被运输的大车拉到这里来，然后粉碎成煤渣啊，然后运送出去。这种露天的煤矿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好开采的，我猜测是这样。然后呢，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要是没有这种大型的机械，这种挖机啊、运输车的话，往出挖这些煤矿，其实也是需要很多这个人力的。那我们现在就原路返回，这个公园也逛得差不多了。我们回到停车的位置，然后去鹤岗市区里面转一转，吃一吃鹤岗当地的美食。城市的边界从矿山延伸到了街头，历史沉进土里，味道飘在巷口。时间还早，街上不算热闹，但人的肚子是诚实的。不管时代如何转场，撸串永远是东北人写进生活里的段落。三分熟，肉很嫩啊，比较新鲜，不新鲜没办法做这种三分熟。这个应该是肥瘦串。它这个肥油烤的挺有意思，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，很香。你猜花了多少钱200多？110刀。离开的时候，天光正好，矿山沉默，街头依旧。这是一座因为煤而兴，也因煤而静下来的城市。时代总在前行，可一些记忆总是留在原地。城市变了，生活变了，但人们依旧在烟火中安顿日子。或许，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记录的东西。北方的春天短，故事却长。我是丛路遥，我们下期见。